我有家喽！小伙伴们，今天是一期 vlog 视频，带大家参观一下我的新家，一个花了20多万刚刚建成的小四合院。来，客官里面请。推开大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影壁墙，一幅山水画，看起来似乎有点俗气，但还算耐看。这个空间还算蛮大的，停一辆车不成问题。继续向里走，一个不是很大的院子。由于这个小家的目的不是住人，所以并没有栽种绿植。对了，你可能很好奇这里之前是什么样子的。这里就是从小将我养大的家了。年久失修，杂草丛生，却因为有心无力，只能任它荒废。曾经外面大雨，屋内小雨，是我童年生活的真实写照。而从这块斑驳的老挂钟上，还能看出他往日的倔强，却永远定格在了那一日那一时。这可能是那时家中为数不多的电器了，陪伴我努力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所以小伙伴们，你们现在可知道我确实家里条件不太好了吧？所以长大后的我暗暗发誓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他再重新披上新装。扯远了，我们继续看。这是北屋，红顶白墙，大片铝合金门窗，在我们村里来说还算气派。不过窗子上好像有点鸟粪，这些天总有小燕子飞来飞去，估计也看中了俺家，想做个窝。再右转就是东屋了，面积非常小，但后期可以放些杂物，比如捡到的7.62了、98K 什么的，应该可以放不少。实在放不下，还有西屋。接下来咱们看看南屋。地上是我家新买的一个洗车机，功率还挺大的，只是我目前还没有用过。整个南屋各创2间，因为不住人，所以后期也是当做杂物间使用，比如评测完毕的那些鼠标键盘了、主机了、3080显卡了、笔记本等等，都会丢到这里，省得看着心疼。老话不是说了吗？眼不见心不疼。好吧，我是开玩笑的。不过这里还真有闲置的东西，比如这些替换下来的电竞椅，那个晃得头昏脑胀的折叠桌，还有一条扎了一个小洞的轮胎。4S 说还能用，所以留在这里等着做个备胎。这边是西屋，分为2间，右侧是一个和东屋一样的杂物间，左侧是卫生间。这是卫生间，就没啥可看的了，也堆着一些杂物。那么这就是我这个小院的一些基本情况了。想要建一个小院的理由很简单，实在不想再过去年那种毫无活动空间的隔离生活了。我想这可能也是去年大多数人的想法吧。那么现在该进主屋，也就是北屋看看了。伙伴们，你们猜我的娱乐室都有些什么呢？怎么样，还算 OK 吧？目前设施不多，只放了一个键把和一个3合1球桌。当然这不是常规桌子，它只有2.1米。从这里可以看到我整个娱乐室的空间尺寸不是很大，也不算很小。后期还会再增加一些娱乐设备，比如一台街机。实际上这个键把才是我建这个娱乐室的原因，因为去建馆射箭太贵了，每次50玩不起。瞧，这张把纸早已伤痕累累，特别是湿环区还被射掉了一大块，但因为手头拮据，舍不得更换新的把纸。这里还有个飞镖把，总之对一切可以发射的东西我都挺有兴趣的。我本来还想再装一个飞刀把，在家里不浪，怕我把墙飞坏了。这是一把球弹发射器，标准的儿童玩具，但我玩着还挺开心的。上膛，来一枪。这里是我的一些练习功，从14磅到50磅都有。站在这里到箭靶差不多9.8米的距离，对于我这种高手来说还是太近了，但实在是没有条件建更大的空间，得认命。大家记住这个地方是给我预定的一台街机留的，等后期到货了也做一期开箱视频分享一下。那么这么一个目前来看似乎有些简陋的娱乐室，大家认为怎么样呢？来吧，还有最后一件。入眼2张桌子，没错，这里是餐厅和厨房，同时马扎也不少，因为这里也担负着我们家庭聚餐的重担。如何？这开放式的厨房够大吧？我爸是美食达人，这里是他的专属领地。从这个角度看一下，民以食为天，总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吃的舒服了，人呢也就活得舒坦了。以上就是我这整个小四合院的情况了，算不上特别温馨，却也简单实用。其实吧，我是很想把这里作为射箭场地的，足有差不多20米，但是家里也不让，怕我把窗户干没了。那么介绍完我的小院，该开始干活了。实际上这次回来不全是为了拍一期 vlog， 我需要换一个信号更好的路由器，以便充分的覆盖这300平左右的小院子。
目前用的这个荣耀还是差点事儿。所以母东搜了半天，选了这一款来自百家之眼的 GT-AX 11000。客服说这款路由速度非常快，信号也好，这还用说吗？也不看多少钱。实话说，虽然看了产品图片，但这路由器的体积还是大的，让我有点意外。不过呢，花了3000多元，买个大的总比买个小的心理上更舒服一些吧。这里是这台路由器的8根天线，你没听错。这台奥技 GT-AX 11000足足有8条天线，所以这个型号又被形象地称为八爪鱼，确实挺形象的。这机身看起来还蛮有科幻感的，但这样捧着也确实挺沉的。咱们先把它的8条腿装上吧。兄弟们，我的八爪鱼完工了，是不是看起来还有一种霸气侧漏的感觉？啥？你说像蜘蛛？找它。这边是它的一些状态指示灯，包括电源灯、2.4G WiFi 指示灯、5G WiFi 指示灯等等。背面接口部分也非常丰富，特别是它还有一个 2.5G 独立电竞端口，所以实际上这其实是一台专业的电竞路由器，拥有3频 WiFi 6、11000兆并发速率，以及服务器端加速加 Game Boost 硬件加速的软硬结合双重游戏加速。所以我目前只把它用到手机上网，确实有点暴殄天物的感觉。那么我要不要再给我这个娱乐室装一台电竞主机呢？或者弄一台 PS5 回来，才能更好的展现出这台八爪鱼的凶猛？咦，从这个角度看上去的话，又似乎像只螃蟹呀。唉，路由器是装好了，安装非常简单。这奥技的新眼 logo 呼吸灯也非常的漂亮，但是我错估了它的体积，原先的小架子实在放不下了，看起来还得再专门给它弄个家，又得花钱，头疼。我现在来到大门口，准备试一下这台路由器的信号。让我有些欣喜的是，纵然隔了这么远，仍然是满格，而且连的还是5G 频段，这一点还是符合预期的，不像之前那一台在门口这个位置，信号衰减得很厉害。所以说嘛，钱没有白花的，1分钱1分货，还是有些道理的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发挥一个小院的真正作用。